虚空之上，虽人影密密麻麻，可能是被淡淡的手段吓到了，众人却也是统一的安静。因此百里子陵的惨叫格外清晰，但看到他此时的惨状，也不会有人觉得他的惨叫夸大，那可不只是肉身的粉碎，灵魂同样遭受摧毁。若非亲眼所见，谁能想到这会是那道绝美身影的手笔？此时的淡淡就像是没事人一样，这一切早就在他的预料之中。废物，暂且留你一条性命，可不是本女王心慈手软，而是因为楚风会亲手将你了结。淡淡此话说完，便向楚风走去，只是围观之人心中却是不由感叹，想太多了吧，都把那百里子陵弄成那个模样了，没有人会觉得心慈手软吧？在众人恐惧的目光下，淡淡看向楚风，嫣然一笑，便从容地踏入界灵大门。随后一股传送之力从天而降，将楚风以及王强笼罩，是九颠大师的手段。这一次即墨千舟并未阻拦，楚风与王强顺利来到了九天之巅的那座山峰之上。不妙！可刚看到楚风与王强，九颠大师便眉头皱起，因为他意识到他还是低估了即墨千舟，他们暴露了。果然就在此时，即墨千舟也是望向九颠大师所在的方向，原来楚风身后的人是九天之巅的九颠大师，难怪楚风能够在九天之巅大放异彩又安然离去，原来你们本就是一伙的。只是九颠大师向来不掺和浩瀚修武界的恩怨，怎么如今却又帮起了楚风？莫非实际上楚风就是你的弟子？既然如此，为何不光明正大的现身，宣布楚风的身份，还要故意伪装声音，鬼鬼祟祟？难道你也觉得你的身份实际上见不得人吗？还是说你惧怕七界圣府，不敢光明正大的庇护楚风？即墨千舟这番话宛如一道惊雷，让所有人一时间都有些反应不过来。但反应过来后，那立于虚空之上的浩瀚人海都沸腾起来。真的假的？是九颠大师吗？他是怎么知道的？人们半信半疑，毕竟即墨千舟无凭无据无碍，只要不现身，他也没什么办法。只是此地不宜久留，九颠大师没有再对即墨千舟进行回答，而是将手中佛珠交给刘阔，由他催动九天之巅离开此地。至于九颠大师，则是抓住王强的手腕，观察王强的伤势。那百里子陵竟窥探王强小友的天赐神体，好在王强小友的天赐神体与其灵魂绑定较深，否则可能真的不妙。九颠大师说道：“大师，此阵能破吗？”楚风问。楚风早就观察过王强的伤势，折磨还好，就算伤及灵魂，但总可修复。棘手的是，王强灵魂深处有着一道强大的阵法，正在想方设的将王强的天赐神体从其灵魂剥离。那阵法不像是真龙界灵师的手段，楚风也无可奈何。楚风施主不必担心，贫僧应该是能够破解的，将王强施主交给贫僧即可。九颠大师此话一出，楚风那悬着的心倒也是落下了许多。大师，需要我帮忙吗？楚风问。不用。九颠大师摇了摇头，随后便开始布阵为王强疗伤。楚风也是在旁观察，但他发现这种阵法运用了九天之巅的阵法力量，那力量十分强大，楚风确实也是帮不上什么忙。于是楚风将界灵大门打开，将修罗王等负伤的界灵放了出来，帮助他们进行疗伤。楚风大人，抱歉，属下无能，未能帮你斩杀那造次之人，反而成为了您的累赘。修罗王满脸歉意。前辈，千万别这样说，若不是为我而战，你们也不会受如此伤势。你们的付出我楚风都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。楚风说的是心里话，尽管修罗大军如今的确已是追随于他的界灵，可楚风从来没有将他们当作自己的手下，也并不觉得他们帮助自己就是应该的。所以修罗王身负重创，楚风也是感到惭愧。好在他们的伤势楚风本就能够解决，而在九颠大师的帮助下，更是很快就得到了缓解。当修罗王等负伤的界灵伤势稳定，只需时间恢复后，楚风也是将意识投射到界灵空间之内，看向了那张自己心心念念的脸庞。我的女王大人还是如此厉害，那百里子陵根本没有还手之力啊。楚风笑嘻嘻地说道。许久不见，拍马屁的功夫未曾减弱啊。淡淡也是面带淡淡笑意，那绝美的脸蛋不笑都让人看得入神，这一笑真的让人心旷神怡。哪有，我说的是实话。楚风说道。那百里子陵其实不弱，不过本女王确实比较强，说起来还要多亏你的那些本源呢。淡淡说道。哦，对哦，我的女王大人不是将那些本源炼化了，怎么修为没有增长啊？你是隐藏修为了吗？楚风也是好奇的询问。在淡淡闭关这段时间，楚风也获取过不少本源，甚至还有真神境与真龙界灵师的本源，那些本源可是不弱，而他都偏心的留给了淡淡。起初是打算等淡淡出关再由淡淡炼化，可后来发现虽在闭关，但却也能够将那些本源炼化，于是楚风就干脆将那些本源都交由淡淡炼化。按理来说，淡淡上次出关已是一品真神，如今将那么多本源炼化，应该有所增进才对。但是淡淡先前展示的修为还是一品真神，没有隐藏修为。本女王现在的修为还是一品真神，不过本女王现在很强，并且可以明确告诉你，你的那些本源也起到了极好的辅助效果。虽然是你的无心之举，但确实帮到了本女王，记你一功。淡淡走到楚风身前，轻轻点了一下楚风的胸口。那我的女王大人，你现在的真正实力能与极品真神匹敌？楚风问。淡淡他是了解的，修为提升3品多半不是淡淡的极限，
尤其是在蛋蛋这样说过之后，可蛋蛋却神秘一笑，不告诉你。